最近，首批爱国者防空系统终于抵达了乌克兰。与此同时，德国自家的护国神器2套 Skynex 防空系统也在送往乌克兰的路上。对于这款防空系统的性能，德国也是信心十足，表示仅需2套这种防空系统就能保护自家的首都柏林。那么它的具体性能是怎么样的呢？乌军在装备了这些北约防空系统后，对其提升究竟有多大？咱们接着往下看。我们都知道，自从俄乌开战以来，乌军的各种重要武器在俄军的不断的打击下遭受了严重损失。尽管在后来北约的大力援助下，让乌军还能发起猛烈反攻，但随着俄军将打击目标瞄准了基础设施，乌军羸弱的防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成员国开始向乌克兰陆续交付或者承诺提供防空系统。如今，首批爱国者防空系统终于抵达了乌克兰。对于这款防空系统呢，我想各位应该都耳熟能详，大兵这里就不用详细介绍了。它的到来可以帮助乌克兰更好地保护自家后方，免受俄罗斯导弹和战机的袭击。但是要知道，乌克兰面对的不仅仅只有俄罗斯战斗机或者轰炸机凌空扔下的铁炸弹和导弹，还有更便宜的伊朗小摩托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的单价大概是200万美元，而俄罗斯从伊朗进口的小摩托单价只有10万美元左右。这意味着爱国者用来拦截小摩托是十分吃亏的，即便是有100%的拦截率，也是拦截一次赔190万美元。因此，即便是这款系统抵达乌克兰，它真正要拦截的还是俄罗斯那些巡航导弹和战机。但这个时候呢，就给了俄无人机很大的发挥空间。而德国这次援助的 Skynex 防空系统就是专门来帮助乌克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在去年12月，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就宣布了收到第一份 Skynex 防空系统的合同，总价值 1.82 亿欧元。这里面包含了2套防空系统，但并未告知买家是谁。其目的呢，可能是为了麻痹俄罗斯。等到俄反应过来后呢，这款防空系统已经在运往乌克兰的路上了。Skynex 防空系统由莱茵金属公司研发，它的平台为一辆6×6卡车，核心是一部3维多任务 X 波段搜索战术雷达，可以对50公里范围内执行对高空和低空空中目标的搜索、探测、获取、跟踪和识别等任务，为空中目标提供3维局部空中图像、指挥和控制网络，以及用于提示火控系统的跟踪和威胁数据。德国表示，这款武器可以使用战术通信网络和开放式模块架构，将可以选的各种传感器和防空武器组合成高效广域的自动化防空武器系统，并且德国还扩展了网络化和应对低慢小目标的能力。从外形上看， Skynex 防空系统安装在车载独立集装箱方舱内，内部显控设备可以显示整合雷达、红外、光电信息检测的通用综合空中图像，进行有效的实时威胁评估和智能化火控，既可以自动拦截，也可以人工控制。即便是面对来袭的饱和式攻击，该系统呢也可以通过多配置模块化传感器、火力单元来应对。该系统配备了厄利孔 XTAR 型 3D 搜索雷达和 Vishorn 的光电雷达探测系统，强化了对小微无人机和高速小型目标，比如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跟踪。探测距离可以选配25公里、35公里、55公里3种，抗干扰能力极强。乌军在收到这款系统后呢，完全可以将其当成一个可移动的防空指挥节点，既可以用车载防空武器拦截，也可以向周围防空系统分配目标。而且由于是模块化设计，该防空系统也会根据武器的不同分为不同配置。它的武器分别有厄利孔 MK3 转膛高炮、Skynex 近程导弹发射系统和激光武器，以及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组件。其中厄利孔MK3 转膛高炮的有效射程在3500到5000米，它采用机械点火和无弹链的252发转轮式弹仓设计，发射35×228毫米炮弹，射速可以选择1000发每分和200发每分或者单发，炮口初速为1050米每秒。在无人机群来袭时，它还可以发射阿海德智能弹药和集束式破片流线弹，非常适合打击集群无人机。除了高射炮之外呢，它还可以将武器更换为导弹发射箱。Skynex 导弹长 2.2 米，直径 0.115 米，
翼展 0.3 米，重35公斤，安装主动雷达导引头，采用60枚装垂直发射系统，最远射程10公里，对炮弹精确制导弹药的拦截范围分别为4公里和6公里，其打击目标原理和铁穹类似。而该系统配备的激光武器，则是一款安装在集装箱上的发射功率为20千瓦的单窗口激光器，它采用了光谱耦合技术，具有水平360度、高低向270度的瞄准能力。按照激光武器的使用成本，用来拦截无人机简直是不要太爽。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德国援助的是什么配置，但无论是高射炮也好，激光武器也罢，这种配置的防空系统对于拦截俄军发射的无人机，应该是完全能够胜任的。那么，在这些武器抵达乌克兰之后，会对乌军有多大提升呢？其实，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本身的实力还是不错的。按照苏联武装部队驻地归属原则，乌克兰实际上是分得了除了俄罗斯外第2大规模的防空部队，包括第8独立防空集团军以及第2独立防空集团军第28军，其装备的各型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也非常齐全。从1代的 S75M3 到 S300，可谓是应有尽有。再加上乌克兰陆军装备的箭10和山毛榉，可以说独立后的乌克兰拥有着与苏联时代基本相当的防空体系，既包含了要地防空反导武器，也涵盖了野战伴随防空作战武器。但是由于乌克兰本身经济原因，导致其无法维持这个规模巨大的防空部队，并且更为致命的是，乌克兰境内并没有与防空导弹研发相关的设计局，这就导致乌军很难对现役装备进行更新换代了。最终呢，是乌克兰不得不大幅缩减自家防空部队规模。而截止俄乌双方开战之前，乌克兰空军防空部队的主力部队 S300PT-PS 防空营只剩下了不到30个，其中还有一部分装备处于封存之中。而在开战之后呢，即便是有着北约的警告，乌军谨慎地将大部分防空导弹营撤离到了乌克兰的中部和西部，但在东部地区的防空营也基本是全军覆没。直到北约国家开始为乌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才得以缓解乌军在前线战场的劣势。随着军事冲突进入到中后期，俄军对于乌克兰的空袭逐渐转变到了以空地导弹和巡航导弹为主。北约这边呢，自然是见招拆招了，开始向乌克兰提供能够执行要地防空作战的大型防空武器系统了。截止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北约国家已经交付给了乌克兰以及承诺提供的各型防空武器系统，主要包括 SAMPT 中远程防空反导系统、NASAMS、IRIS-T、SLM、霍克和响尾蛇、复仇者、爱国者、猎豹和 Skynex 型35毫米自行高炮。此外呢，还有一些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少量的 S300 PMU 远程防空导弹系统和 W125SC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这些型号组成来看呢，乌军基本上是已经能够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土防空反导体系的基础。而在这些防空武器当中，又以美国的 NASAMS 和德国的 IRIS-T 在乌克兰的表现最好。对于他们在作战半径内的俄非高超速导弹和战机等目标，拦截率都在80%到90%，甚至于更高。美国军官更是表示，一套 NASAMS 基本可以应对一座大中城市的非超高速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而一套 IRIS-T 则可以应对一座中小城市的此类攻击。而就乌克兰整体防空而言，这两个系统的拦截和探测半径还不够大，高度也不高。这也是乌克兰一直请求北约提供爱国者和欧洲最强的 SAMPT 系统的原因之一。现今，美国、德国、荷兰已经各自承诺援乌至少一套爱国者，法国和意大利则各自承诺了一套 SAMPT 系统。其中，爱国者主要是有 PAC-1、PAC-2 和 PAC-3 三个主要型号。其中，爱国者 PAC-2 导弹的战机最大拦截距离约160公里，最大拦截导弹时射程为20到30公里，高度为15000米，采用破片近炸方式来拦截。而爱国者 PAC-3 导弹则主要用于拦截中近程弹道导弹，最大拦截距离约30公里，高度约25000米，采用直接撞击方式进行拦截。而 SAMPT 系统呢，也在这几年有所改进。该系统可以在大气层内中空、次高空、高空以及大气层外近地高度拦截洲际导弹。
北约各国也可以通过这场战争来检验自家防空系统的真实性能。这时候有朋友可能会发现即便是这2款拦截系统的性能很强悍，但是会不会受限于乌克兰本身的雷达系统，而导致其无法锁定和跟踪俄罗斯的洲际导弹呢？这里大兵认为，美国既然援助了爱国者，自然就会有它的配套拦截体系。这些防空系统进入乌克兰后，应该会直接和北约的卫星和专门的雷达联网，从而协助乌克兰进行拦截。而这个办法呢，也可以在其他防空系统上应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体系。因此，在大兵看来，对乌克兰来说，防空体系的构建是要比进攻武器更重要的目标。而如何将如此多的防空系统型号进行有效的整合，同时又能够和乌军现役的苏制防空系统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将是乌克兰防空部队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了一个完备的防空体系，不仅可以保证进攻武器的存在和作战，更能保证经济和社会恢复正常运转，还有军工生产，后者更是乌克兰能够逐渐恢复元气、反攻俄罗斯的根本。再加上北约各国计划为乌提供的各类装甲车辆和火炮，大约在今年年中的时候，乌克兰防空和地面进攻体系就可以成型了。而到4月份，这个攻防体系也已经初具规模，这也是最近乌克兰开始逐步反攻的原因之一。另外，在这一轮防空系统援助还没结束的现在，北约各国已经开始讨论下一步的援乌计划了。在本月21号，由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第4次会议，讨论对乌进行进一步军事援助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会议主题之一是考虑为乌克兰夺回更多的领土提供所需的支持。美国也再度宣布了一批3.25亿美元的对乌军援，主要是海马斯弹药、105毫米炮弹、155毫米炮弹、AT-4 反装甲火箭筒、反坦克地雷、破障弹药、航空弹药、车辆保养设备和4辆后勤卡车，还有900万发子弹、港口安全设备等等。这批武器弹药呢，将会很快的交付，全部从美国仓库转移。看起来呢，乌军真正的大反攻很快就要开始了。美军已经开始直接从自家仓库搬运弹药了。另外，在本次会议中还有消息传出，这场会议也讨论了北约同盟国该向乌克兰提供哪种类型的战机。除此之外呢，在这次会议中，大部分北约成员国都同意了乌克兰最终应加入北约的要求，但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乌克兰获胜。大家对于乌克兰会在什么时刻发起大反攻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